师姐，最近倭贼横行，南境不稳，师尊又被奸人所害，森罗殿群龙无首，请师姐出山掌管森罗殿，为师尊报仇雪恨，为百姓除暴安良。请师姐出山。我已经厌倦了那种打打杀杀的生活，现在过得很好。清河半年前加入了陈家，现在也很幸福。师姐，可是你们走吧，不要再来打扰我。你去调查一下穆清河在陈家的情况。是。你没长眼吗？我这双鞋，你妈在大街上摆1年的地摊都买不起。妈，对不起，我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喊我妈？把鞋给我擦干净！妈怎么了？气鼓鼓的。瞧你娶这个不中用的老婆，还不如花钱请个保姆，让她拖地，把我新买的鞋都给弄脏了。你个废物！让你惹我妈生气，让你惹我妈生气。你说你舅舅也真是，自己在外边养了一个摆地摊的狐狸精，却非要让你娶狐狸精的女儿，还说什么娶了她，陈家就能飞黄腾达。我看你舅舅啊，是被狐狸精迷昏了头。这母女俩没一个好东西。不是的，我妈和舅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放屁！你妈勾引我舅舅，然后让你来勾引我。我告诉你，你和你妈都是臭不要脸的狐狸精！我打死你个贱人！哎呦，儿子，小辉啊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怎么样？快起来！没事，妈，我缓缓。我这就给他妈打电话，今天这事儿没完。什么？亲家母，你先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叶将军，红城总督孙继海打来电话，他在迎风楼设宴，下午2点要给叶将军接风洗尘。孙继海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清河嫁入陈家，就是他牵的线吧？正是，穆清河的老公陈辉就是他的外甥。清河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？我们找到了穆清河的闺蜜顾盼王，她应该知道穆清河的情况，带她来见我。是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和清河什么关系？我是清河的小姨。小姨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清河也没有说过他有个小姨。清河不让我把他的事告诉别人，尤其是他妈妈。陈家势大，陈辉的舅舅又是红尘总督，在红尘可以说是一手遮天。你不要怕，尽管说。可区红城总督见到我们叶将军，只配跪着说话。真的？那你们……我说了，我是清河的小姨。如果清河在陈家受了什么委屈，我一定会为他讨回公道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看吧。你们一定要救救清河，他真的太可怜了。那陈辉简直是个畜生，孙尚香就是个魔鬼。自从结婚以后，陈辉和孙尚香对他一言不合就开骂，他身上的伤简直是多到数不过来。可即便这样，你还怕担心连累了穆阿姨，所以他从来不敢对别人说，自己咬着牙也要忍着。混账东西！小辉的公司遇到了点麻烦，他最近心情不好，拖地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清河的鞋，他就不依不饶的打了小辉几巴掌，小辉的头撞到了桌子上，流了好多血。清河是这样吗？清河是这样吗？
听着，一会儿你妈来了，不要乱说话，否则我就叫人砸了她的地摊，废了她的双腿，让她下半辈子都成为废人。听清楚了吗？还不赶紧去把衣服换了！去换衣服。去呀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知道清河他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也不怪他。可是小慧的爸爸死得早，小慧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。你说他要是倒了，那公司也就垮了。如果公司垮了，我们以后怎么活下去呀？亲家母，你先别着急，小慧的公司遇到什么困难，你先告诉我，我再想办法解决。真的，最近公司流动资金出现了点问题，急需要500万周转。小慧她脸皮薄，不好意思去找她舅舅，就想请你以清河的名义找她舅舅借500万急用。好，我去找小慧的舅舅帮忙。妈，其实我清河他是个好孩子，就是脾气大了点儿。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让他在陈家受一丁点委屈的。清河，小慧和婆婆对你这么好，你以后要听他们的话，多生几个孩子，替他们陈家传递香火，别总耍小性子欺负人家小慧。你在陈家过得幸福，开开心心的，妈也就知足了。我知道了。他妈先走了。我先走了。慢走啊，慢慢走。其实什么呀？其实什么？过来，来，你看啊！你的救命稻草走了，没有人帮你。你刚才差一点把事实说出来了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妈，别走，救救我！听不到了，没人会帮你。过来！贱人，你看到了吗？那是我舅舅的车，你还说你妈没有勾引我舅舅，一个电话我舅舅就亲自来接他，500万，他眼皮子都没眨一下。还真是小瞧了那个狐狸精，早知道这样，就该要1000万。不是那样的，不是那样的。对，不是那样的。来，起来，不是那样的啊，宝贝儿，看着我。你妈解决了那500万，那你也不能掉链子呀，是吧？今天下午2点钟，我舅舅会在银凤楼宴请叶将军，到时候4大家族的掌舵人这些都会来，什么李少、王少、刘少，还有张少。巧了，他们对你特别感兴趣，你只要乖乖的配合我，让我们陈家傍上了4大家族，飞黄腾达指日可待。畜生，你是个畜生！我是个畜生，但可惜了，你妈有眼无珠，把你嫁给了一个畜生。听我说，我要让你成为我们陈家的垫脚石，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穆小姐着急叫我过来，是有什么吩咐吗？从我的银行账户里划出500万，不，划出1000万打给小胡。他的公司最近遇到一些困难，需要资金周转。好，不要说是我的钱，以你的名义，就说是送给清河的礼物。明白。还有，我听未央说，近来倭贼横行，南境作乱，如果他有什么需求，你作为红尘总督，应当全力配合。只要叶将军开口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。今天下午2点，我会在银凤楼设宴，为叶将军接风洗尘。红尘4大家族和各界名流都会来捧场。穆小姐是叶将军师姐，要不要一起过来？不了，我现在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，不希望别人知道我的身份，尤其是清河。她现在在陈家过得很好，小慧是个好丈夫，孙尚香是个好婆婆。说起来，她能嫁入陈家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还要感谢你当初的牵线搭桥。能为穆小姐效劳，是我的荣幸。归田太君，你请放心。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都办妥了，等钱一到位，我立马转给你。你得良民的干活。
挂了。小慧，你刚刚给他吃了什么东西啊？早上我去见龟田太君，龟田太君亲手给我的，而且还叮嘱我一定要让他吃下去。具体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废物何德何能，竟然能引起龟田太君的注意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已经和龟田太君搭上了线，抱上了他的大腿。他现在在南境混的是风生水起，我们只要在下午迎凤楼的接风宴，好好的利用这个废物，把4大家族拉下水，以后我们陈家便可飞黄腾达了。小慧，我们背着你舅舅私下跟倭人做生意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不会轻饶我们的。龟田太君之前找过舅舅，但被舅舅拒绝了，所以他才会找我合作。舅舅是洪城总督，权势滔天，这泼天的富贵他不要，我要。可是，妈，你就放心吧，龟田太君答应了我，只要我把4大家族拉下水，他就会联合4大家族把舅舅搞下台，来扶持我，让我坐上舅舅这个洪城总督的位子。到时候，洪城的所有都是我们陈家的了。1000万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他这个摆地摊的妈还真是个狐狸精。我们只找他要了500万，他回头就找舅舅转了1000万给我们。亏你舅舅还是我的亲弟弟，我问他要，他不给。那个狐狸精一句话，他就给了1000万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活该让龟田太君把他搞下去。有了这1000万，我的计划便十拿9稳。时间不早了吗？我们现在就带着这个废物去迎风楼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叶将军，银行那边传来消息，就在10分钟前，有人往陈辉的银行卡里转了1000万。有人往陈辉的银行卡里转了1000万。什么人转的？是以洪城总督孙继海的名义。不过，我们的人追查后发现，那笔钱真正的来源是穆师姐的银行账户。什么？而且那笔钱只在陈辉的银行账户停留了3分钟，紧接着就被陈辉转了出去。至于转给什么人，我们还在核实对方的身份。糊涂，真是糊涂！清河嫁入陈家，被陈辉和孙尚香折磨成了那个样子，师姐却一直蒙在鼓里，还给陈辉转了那么多钱。必须让穆师姐尽快看清陈辉和孙尚香的真面目。还快点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来！你再不听话行不行？我把你打死！李少、王少、张少、刘少，人我给你们带过来了。来，快过来！你小子可真会玩啊！我只是小打小闹，图个乐子。以后做生意还得多仰仗4位大哥呀。放心，只要我们几个玩得开心，其他什么都好说。能让李少开心是我的荣幸。这细皮嫩肉的，这身上再多点伤痕，是不是就更好了？你们几个别闲着呀，一起上！真不错啊！穆小姐，如果没有其他吩咐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好，你先去忙吧。叶将军，您不是去迎风楼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混账东西！怎么回事？活该！乌鸦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一巴掌是我替清河打的，和清河在陈家受的委屈比起来，别说是一巴掌，就算是一刀把他给劈了，也难解我心头之恨。什么意思？你真的以为清河在陈家很幸福吗？你真的以为陈辉和孙尚香是什么好东西吗？我以前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眼光，但是这一次，就是这一次，我觉得你瞎了眼。
你把清河害惨了，自己看看吧。当年你弃剑归隐，一心想过普通人的生活，但是你为清河想过吗？清河以普通人的身份嫁入陈家，对于陈辉和孙尚香而言，普通就意味着低贱。他们把清河当成奴隶一样使唤，随意打骂。他受过的伤，遭过的罪，多到你难以想象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清河前几天给我打电话，还说小辉和孙尚香对他很好，什么都不让他做，把他当少奶奶一样的供着。孙尚香还说清河打伤了小辉。师姐，你醒醒吧！清河是个好孩子，他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他怕连累你，所以不敢告诉你。他结婚以后是不是很少回家？一是他怕你发现他身上的伤，二是陈家把他关在家里，根本就不准他出门。孙尚香是你的姐姐，陈辉是你的外甥，你说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真的毫不知情。清河嫁入陈家，是因为你的牵线搭桥。现在他被折磨成这个样子，你罪该万死。叶将军，我无话可说，任凭你出车。未央，这些东西你哪儿得来的？我找到了清河的闺蜜顾盼儿，这些是她和清河的聊天记录。清河满腹的委屈无人倾诉，只能偷偷告诉她，而且还特别叮嘱不要告诉别人，特别是师姐你。据顾盼儿交代，陈辉那个畜生简直就是个禽兽，他三番五次的家暴清河，还把家暴的全过程拍成了照片和视频，让红尘四大公子一起观看，想借此机会攀上四大家族。此人还是刚才在陈家，我还傻乎乎的让清河听陈辉和孙尚香的话，让他不要耍小性子。孙尚香说清河打伤了陈辉，说陈辉的公司遇到了麻烦，他心情不好，急需500万应急。我还傻乎乎的信以为真，还让孙继海给他打了1000万。未央，你说的没错，是我瞎了眼，是我看错了人，才会让清河遭了那么多的罪，受了那么多的伤。是我这个做母亲的，对不起他。叶将军，穆师姐，那笔钱的去向已经查到了。说，陈辉把穆师姐的1000万转出去之后，对方进行了3次分散转移，最后全部汇入一个名叫刘军的银行账户。据查实，刘军是龟田武藏的手下。也就是说，以龟田武藏为首的倭贼在南境横行作恶，陈辉这个混账拿着穆师姐给他的钱，私下勾结龟田武藏，卖国求荣。正是。这就是你养的好外甥吗？叶将军明鉴，陈辉和孙尚香的所作所为，我的确毫不知情。是，之前龟田武藏有意拉拢我，但我严词拒绝了他。没想到他背地里找到陈辉这个小畜生。那你说，陈辉和孙尚香该当何罪？死罪！请叶将军跟穆小姐放心，他们这会儿应该在去迎风楼的路上，我这就去清理门户。不，当务之急是要阻止陈辉的阴谋。未央，你立刻联系南京那边的警方和银行，让他们冻结刘军的银行账户，对刘军实施抓捕。好。孙继海在。你带人查封红尘4大家族旗下所有的企业和资产，查清楚他们和龟田武藏之间的关系。遵命。至于银凤楼，我去。清河是我的女儿，她的仇我亲自去报。师姐，这是师尊出事前留下的女王令，他让我请你出山，接任森罗殿的女王之位，保家卫国，荡平倭贼。带上这枚女王令，没有人敢拦你。好。
很久没像今天这么痛快过了啊！自从孙继海接任了红尘总督，就一直在搞什么扫黑除恶，弄得风声很紧。哎，我们王家关闭了不少灰色产业，我们张家也是啊，找点乐子还得偷偷摸摸的，真他妈憋屈。四位公子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这不机会来了吗？还请四位公子过目。这是什么？赚大钱的机会。南境倭人，这个就是你说的赚大钱啊？没错，龟田太君现在在南境混的是风生水起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就连叶将军拿他都没辙，所以跑到红城来应援。只要我们能和龟田太君搭上线，里应外合，齐心协力，前途不可限量呀！孙继海是你舅舅，你居然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勾结倭人，没看出来你小子胆子挺大呀？富贵险中求，无毒不丈夫。四位公子，只要你们在这合同上签了字儿，我保证未来的红城就是你我的天下。你保证？你拿什么保证？就像李少刚才说的，红城总督孙继海是我的舅舅，自从他上任以来，诸位可以想想，完全不顾四大家族的利益，让四大家族损失惨重。往好了说，那是大公无私；但是往坏了说，就是不记人情。既然他不仁，可就别怪我不义了。作为他的外甥，我想陷害他那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到时候有龟田太君的配合，再加上四大家族的策应，我想未来红城总督这个位子，是时候该换做做了。你是想亲手把你舅舅拉下台？有点意思。勾结境外倭贼，陷害红城总督，你这可不是一般的买卖啊！你这是卖国求荣，一旦东窗事发，那后果不敢设想。只要能赚钱，只要能掌权，卖一下就有何妨？你有几成把握？10拿9稳。想让我们跟你合作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在合作之前，我们几个想跟那个龟田太君聊。对，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什么？不敢打？你小子该不会是耍我们吧？好，我打。喂，龟田太君吗？是这样的，红城四大家族的公子们对你我的计划非常感兴趣，他们想亲自和您聊一聊。哟西，让他接电话，你干活。是。李太太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他怎么来了？你认识？认识，他不过是一个在大街上摆地摊的穷鬼。李太太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让他滚蛋，免得脏了银凤楼的地板。站住！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你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也对，你跟我弟弟关系不一般，他给你一张邀请函，让你过来见见世面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你，你让我弟弟给小辉转了1000万。你们骗了我，那1000万不是给你们的，我会收回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对清河做了什么？拿那1000万又做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都知道了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明白了，你今天不是来参加宴会的，而是气不过来找我讨说的。你不过是个在大街上摆地摊的穷鬼，别以为傍上了我弟弟就能飞上枝头成凤凰。你看，那是谁？京城沈氏集团的掌舵人沈允宁，她才是我的弟妹，堂堂正正的总督夫人。她要是知道你背着她勾引我弟弟，并且让我弟弟给小辉偷偷转了1000万，你猜她会不会撕烂你的嘴，打断你的腿？看到没有，总督夫人主动跟我打招呼，
向我进京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今天休想活着离开银凤楼。是吗？你错了，我跟孙继海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害怕了？敢做不敢当？孙继海他不配，真是笑死人了！我弟弟洪城总督，在整个洪城一手遮天，就连4大家族掌舵人见了他都得点头哈腰。你竟然说他配不上你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这里是银凤楼，整个洪城最豪华的酒店。要不是我弟弟给你一张邀请函，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跟我说话？你在大街上摆1个月的地摊，也买不上我手里的一杯红酒。你的酒，我嫌脏。叶将军亲临洪城，总督大人在此设宴，今天能到这里来的都是各界名流，随便动动手指头都能捏死你。识趣的话，赶紧给我滚蛋！不要搅了叶将军的接风宴，否则……你的废话太多了，我不走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今天倒要看看谁的手指头能捏死我！好大的狗胆！敢虐待我的女儿，狗胆包天的人是你！住手！这里是银凤楼，由不得你撒野。说，清河在什么地方？烦了，你居然敢打我！跟你对清河做的那些比起来，我打你是便宜了你。你就是个摆地摊的，你女儿就是个地摊货，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家小辉。你想救她，就死了那条心吧你！狗傻子！救命！雨宁，快救我！交出清河，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，否则今天谁也救不了你。好大的口气！洪城4大家族面前动手，看你是想死了！弄脏了我太太的衣服，不仅得死，而且死得很难看。你是何人？洪城4大家族之一，李家主李。够了！你的名字入不了我的耳，区区一个李家，也入不了我的眼。有点意思，李家入不了你的眼，那么我们王家呢？也不配。那我们张家呢？一丘之貉。好啊，还真是井底之蛙，不知天高地厚。4大家族代表了整个洪城的顶尖权势，就连洪城总督申大人都得给我们几分薄面。你一介女流，衣衫破烂，竟敢在此如此狂言，是穷疯了吗你？你们眼里的顶尖权势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就算是洪城总督孙继海来了，也只能跪着跟我说话。大言不惭，此女胆大包天，狂悖无礼，竟敢对总督大人不敬。总督大人不在，请总督夫人下令将此女就地正法，以儆效尤。都夫人下令，请总督夫人下令。一个在大街上摆地摊的穷鬼，当众挑衅洪城4大家族也就罢了，总督夫人在此，也不把总督大人放在眼里，还说要总督大人跪着跟他讲话。哎呀，我看他不是穷疯了，他是活腻了。像她这样的疯女人，不被乱棍打死，难解我们心头之恨。大姐，你对清河做了什么？雨宁，你有所不知，就是他背着你，他勾引我弟弟，他把我弟弟迷晕了，他从我弟弟那儿骗了好多钱，还唆使我弟弟让小慧娶了他的女儿。我实在气不过，我就替你教训你小木清河，可是我没想到他居然不知死活，跑到接风宴来闹。还有这种事？难怪胆子会这么的大，有恃无恐的，原来是帮上了总督大人啊！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哎，你看总督夫人的头发绿了，哎，脸都绿了，
再敢胡说八道、信口雌黄，我撕了你的嘴！他抢了你的男人，雨宁，你还等什么？快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你的话我不信。你不是说他背着我勾引你弟弟吗？要不然等你弟弟来了，咱们当面对质好了。雨宁，你别走！你别走啊你！此女德行败坏，嚣张跋扈，总督夫人不便亲自处置他，那就我们来报案。你们的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？云凤楼享誉全城，总督大人亲自设宴，却让这种不知死活的阿猫阿狗混进来，胡作非为，还打伤了人。这还站着干什么？把这个疯人抓起来！今天能来参加宴会的都是各界名流，必须要有邀请函才能进入迎凤楼。他进来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检查他的邀请函呢？他没有邀请函。没有邀请函，你们为什么把他放进了咬人？他是用令牌进来的。令牌？什么令牌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难道？该不会？这怎么可能？这那是。我当是什么宝贝？原来就是一块黑乎乎的烂牌子！你少装神弄鬼！让我看看，这就是一个假的。森罗殿的密令我见过，上面刻的是个“森”字。叶将军在森罗殿担任的是左使，叶将军的密令就是左字。据说森罗殿还有一个右使，上面刻的是右。这种刻王的密令，闻所未闻，绝对是个赝品。这密令上的花纹倒是挺像，差点把我们给糊弄过去了。你这个疯女人，真是胆大包天，竟敢私自伪造森罗殿的密令！你可知啊，森罗殿乃是复国柱石，密令一出，足以召集遍布全国的10万部落，甚至可以调配边境的100万大军。伪造密令者，万死难赎其罪。我就说嘛，他拿块烂牌子就能进入迎凤楼，我没想到啊，你连森罗殿的密令都敢伪造。你们没有见过，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资格。嘿，我呸！事到如今你还狡辩，拿块烂牌子跑来招摇撞骗。红城4大家族的掌舵人都在这儿，各界名流也有见证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怪不得你刚才那么嚣张啊！原来你傍上了总督大人，还伪造了森罗殿的密令。如果这密令是真的，你不岂有资格坐上了这将军椅，跟叶将军平起平坐？依我看，他一定是用这个假的密令迷惑了总督大人。一群鼠辈，井底之蛙，岂知天高？你说错了，不是平起平坐，区区一把将军椅，我在，叶未央只能站着。放肆！总督大人宴请，叶将军亲至。红城8653平方公里，只有这把交椅才是制高点。红城9780万人口，只有像叶将军这样神威盖世、权势滔天的人，才有资格坐上去。你拿着一个假密令在这里耀武扬威，还辱没叶将军。叶将军到了以后，死不足惜。据我所知，叶将军领兵治军极严，不敬上官者杖40。如果他知道有人坐了他的将军椅，恐怕在座的都会受到牵连。你个疯女人想死，我们不拦着，但是你别牵连我们。叶将军和总督大人马上就要到了，你给我跪下来！我不下来，你们又能奈我何？喂，青海，木
穆小姐的事你知道吗？知道。现在银凤楼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人都到齐了，穆小姐要找清河，可是你大姐不肯交人，还诬陷穆小姐背着我私下勾引你，骗了你的钱，害穆小姐惹了众怒，现在正在被红城4大家族的人围攻。我本想出面澄清的，可是穆小姐暗示我不要插手。混账！一帮有眼无珠的蠢货！穆小姐没有让你插手，应该是还没有找到清河，担心陈辉那个混蛋会狗急跳墙，伤害了清河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据我所知，陈辉应该带着清河去了银凤楼，你马上派人去找，务必要保证清河小姐的安全。我和叶将军马上就到。好。你是银凤楼的保安队长？是的，总督夫人有何吩咐？陈辉来了吗？陈辉来了，他走的后门，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女人，好像叫穆清河。那他们现在在哪？现在应该在2楼的天字间，和红城4大家族的几个少爷在一起。你现在立刻带人过去，把那些混蛋全部给我抓起来！记住，一定要保证清河的安全。遵命。你小子能得到龟田太君的赏识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多谢李少夸奖，这还不是仰仗几位大哥吗？如果你真能把你舅舅拉下马，取而代之，我们几个恐怕以后要叫你大哥了。哎，不，我保证，只要这单生意谈成，红城4大家族以后所有的生意都会畅通无阻。好，行了，这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们就去见见那个传说中的森罗殿左使南境战神叶将军。哎，刚才听那个龟田太君打电话说，叶将军这次来是为了求援，我们去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。好，4位公子，我先把他弄回去。起来回家。我叫你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各位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谁呀？我知道我谁吗？几位少爷，对不住了，总督夫人亲自下的命令，我们也是依令行事。总督夫人，她凭什么抓我？那你就要问她了。不过少爷们，你们放心，如果你们不反抗，我也不会伤害你们。下来！别动！不然我杀了他！陈少，你冷静一下，先放了穆小姐，有话咱们好好说。我叫你们别过来！好，你冷静好了。我叫你退后！退后！走！为了救你那个不中用的女儿，你还真是不计后果，和红城所有的名流权贵为敌，连叶将军的将军椅你都敢做，你有种！我倒是有些佩服你了。交出清河，是你最后的机会。2点了，我弟弟和叶将军马上就到，怎么你心急了？有本事你就继续坐着，别起来，我倒要等着看你的下场。我也等着看。女王令不可辱。女王就你，哼，醒醒吧，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不可辱是吧？我就辱了，怎么样？你来咬我啊？你不是挺能打吗？总督大人到，叶将军到。叶将军终于来了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疯女人，你就等着迎接总督大人和叶将军的怒火吧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叶将军，迎凤楼保安办事不力，让一个不知死活的疯女人浑水摸鱼进入了迎凤楼，而且玷污了将军椅，请将军恕罪。
疯女人。对，就是这个疯女人，像条疯狗一样到处咬人，不仅打伤了总督大人的姐姐，而且狂悖无理、嚣张跋扈地坐在了将军椅上，还扬言说总督大人来了都要给他跪着说话，叶将军到了也只能站着。李家子说的没错，我可以给他作证，我也可以作证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叶将军下令严惩这个疯女人，以儆效尤。是吗？孙总督，你怎么看？将军稍等，我来处理。将军稍等，我来处理。你要严惩，是吗？对。满意了吗？不是。你要作证，是吗？总督大人，我还有你。总督大人明鉴，我们没能及时阻止那个疯女人，让她玷污了叶将军的将军礼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但是事出有因啊。接着说，这个疯女人胆大包天，竟敢伪造森罗殿的密令，银凤楼的保安不知真假，不敢抓她，所以让她有了可乘之机，坐上了将军椅。话都说不清楚，你自己犯了什么错你都不知道。脚下踩了什么？总督大人，那个疯女人她拿了这么一块烂牌子，冒充森罗殿的人，还说自己是什么女王，简直罪该万死。该死的人是你。季海，我知道他是你在外面养的狐狸精，但是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，不能心慈手软呐。他刚才掐我的脖子，还踢我的肚子，把我都给踢出血了呢。你当着叶将军的面这么袒护他，可伤害了你自己啊！大姐，你是在害自己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孙尚香。叶将军，是我。说，穆清河在哪里？叶将军，你怎么知道穆清河？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如实回答我的问题，要么给自己留遗言。他在2楼的天字前。去，把清河带下来。叶将军果然名不虚传，下手真狠。是啊，作为4大家族之主，在红尘那可是呼风唤雨的存在呀。你看，在叶将军面前跟他们一条狗似的，摇尾乞怜，任打任罚。那个疯女人这下惨了。谁说不是啊？以叶将军的这种行事风格，我看他今天他是走不出这个银凤楼喽。未央，我让你做的事怎么样了？师姐，刘军已经被捕，你的1000万成功追回。很好，你且在一旁站下。师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总督大人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妙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查封了红尘4大家族的所有企业和资产，并发现大量犯罪证据。不过暂时没有发现他们勾结龟田武藏的证据，请您发落。我刚才说过，红尘4大家族入不了我的眼。我刚才说过，即使红尘总督孙继海来了，也只能跪着跟我说话。我刚才说过，我在，叶未央只能站着。你们却当我是疯子，没有一个人相信。现在，你们信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当初我弃剑归隐，在红尘隐居，原本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，只希望我的女儿嫁入陈家以后，可以生儿育女，平平安安。但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名流权贵、豪门士族，却高高在上，
将普通人视作草芥，随意欺压。我的女儿穆清河被陈辉和孙尚香虐待，他们当作奴隶一样的使唤。更有甚者，如今南境不稳，倭贼横行，陈辉为了一己私利，不惜和贼首龟田武藏合谋，存悖逆之心，行卖国之举。你们觉得是我疯了，还是他疯了？卖国求荣者，杀无赦！叶将军，叶将军，叶将军饶命！叶将军饶命！小辉，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他利欲熏心，他是被龟田太君所逼的。对，他是被逼的，他没罪，他不该死。我求求你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求求你，你放过他吧，你饶了他一命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。我刚才给过你机会了，你没有珍惜，现在才来后悔，已经晚了。只要你肯放过他，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会像对他亲生女儿一样，哦不，像邹西马一样邹清河的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天道轮回，因果报应。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你会像现在这样幡然醒悟吗？你会放过我跟清河吗？你不会，你只会变本加厉，肆无忌惮。所以你和陈辉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这个狐狸精，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我。冥顽不灵，罪有应得。这是森罗殿的女王令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你们不是想知道穆师姐的真实身份吗？她原本就是森罗殿的幼使，3年前弃剑归隐，而今奉师尊遗命，接任森罗殿的女王之位，掌管森罗殿遍布全国的10万部众，调配边境的100万大军，保家卫国，荡平倭灾。师姐，还不跪下！红城总督孙继海拜见女王大人。刚才我有眼无珠，得罪了女王，请女王饶恕。你们犯下的罪行，自有律法裁决。孙继海，在。你来处置。遵命。未央，清河怎么还没有下来？师姐，你放心，我亲自上去看。别动，别过来，别动，退后，退后。清河，放开穆清河，束手就擒是你唯一的活路。我去你的出路！既然你们已经发现了我和龟田太君的计划，离开桐城才是我唯一的出路。现在，放我走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，让他跟我一起陪葬。住手！你就是叶将军吧？放了穆清河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呸！什么狗屁将军，还不是被龟田太君玩得团团转？你没看到吗？现在他在我手里，只要我动一动手指，他就会立刻命丧当场。你没有资格跟我发号施令！混账东西，快放了清河，别再一错再错了。错的人是你，要不是你当初拒绝龟田太君，要不是你不计人情，我们陈家早就飞黄腾达了。现在我又何苦千方百计的去巴结龟田太君，还要在红尘四少面前装孙子？所以你就去做卖国贼是吗？我之前做生意亏了钱，你不帮我，是龟田太君在暗中给我支持，才让我保住了公司。只要能赚钱，只要能让我陈家飞黄腾达，我卖什么都可以，包括你。你个畜生！你说的对，我是个畜生，但是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啊！你以为我刚才没听见吗？你是森罗殿的幼使以前，现在你是森罗殿的女王，你明明腰缠万贯，权势滔天，却偏偏要在我面前装成一个摆地摊的穷鬼，把自己女儿嫁给我，让我误以为她就是个累赘。我告诉你，活该她在我们陈家吃苦受累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清高。
不过可惜了，你现在才知道我是个畜生。别动，别动，别乱动！你再动我杀了你，你信不信？不要伤害青河。有什么条件，你可以提。怎么，你怕了呀？你不是森罗殿的女王吗？你不是要治我的罪吗？你不是要让我付出代价吗？想救你自己女儿，行，那你就得放下你的尊严，当着全场所有人的面给我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再叫3声爷爷，也许我心情好，我就放了他。放肆！你这是找死！我勾结倭贼，卖国求荣，本就是死罪。既然要死，我为何不在临死之前给自己找点乐子呢？让你们所有人的女王殿下给我跪下，磕几个响头，叫几声爷爷，有何不可？对吗？混账！是，我是混账，我是畜生。你清高，你多清高啊！那就请我清高的舅舅，还有叶将军，和你们的女王大人一起给我跪下，磕几个响头，叫几声爷爷吧。女王大人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但是你的时间不多，只有3个数，你到底是要你的尊严，还是要你的女儿？你自己决定。别动，别动！我叫你他妈别动！诸位，看好了，表演要来了。1、2、3，不可！事情，青河，小心！危险！对啊。青河，青河，青河，是妈对不起你，是妈的错，是妈害了你。我的妈妈是个医生。青河，青河！我要赶紧联系华神医。华神医来了也没用，他死定了。自从你把她嫁给我的那天起，他注定要给我陪葬。闭嘴！混账东西，你死不足惜！他现在还不能死，查清楚他和龟田武藏的关系，依法治罪。是。女王大人，红城四少和陈辉刚才在楼上密谋，并且和龟田武藏通了电话，试图灾害总督大人取而代之，控制红城。这是他们签好的协议。女王大人明鉴，这些都是犬子一人所为，我丝毫不知啊！女王大人明鉴，查，一查到底，凡是卖国求荣之人，死罪！红城4大家族的资产全部充公。华神医，青河怎么样了？不太乐观了。不就是一个摔伤吗？陈辉都活着，青河怎么就不乐观了？叶将军有所不知，摔伤确实不至于致命，可是青河小姐这半年在陈家受尽了折磨，她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，摔伤就算是雪上加霜了。而且青河小姐之所以到现在昏迷不醒，那是因为在此之前她服了剧毒啊。什么？什么毒？从青河小姐的脉象来看，应该是倭族秘制的3日红。此药服下3日之内，如果找不到解药，中毒者将会五泪俱焚，浑身溃烂而亡。那这种毒，华神医可以解吗？据我所知，这个3日红是由12种毒虫和16种毒草炼制而成，除非知道它的具体配方，
否则，以我的医术，我只能保证清河小姐3日之内她体内的毒性不发作。若是找不到解药，就算大佬神仙来了，也难留清河小姐一个呀。师姐，清河一直待在陈家，能害他的只有陈辉和孙尚香了。现在陈辉和龟田武藏勾结，一定是龟田武藏设下的毒计。师姐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赶回南境，掘地3尺，也会在3日内抓到龟田武藏，找到解药。喂，陆小姐，你好。哦，对了，现在应该叫母女王。你是？母女王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句，人言龟田武藏的干活。龟田武藏，是你？是的，我听说母女王大闹云凤楼，接任了神乐殿女王的职位，我特意前来祝贺，想让你跟我一起合作，咱们一起发财，怎么样？合作你大爷！你最好赶紧交出3日红的解药，否则我断了你的狗，我扒了你的狗皮！原来叶将军也在，火气大大的哇！想必清河小姐的情况不容乐观，要不我们得做笔交易怎么样？你做梦！叶将军不要着急拒绝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你们派人抓了刘军，让我白白损失了1000万。如果你们要3日红的解药，就放了刘军，然后赔偿我1个亿，并且让母女王以神乐殿女王的名义下命令停止对山口组的围剿，并且允许我们在南境活动。你龟田武藏，你听清楚，我木玲珑绝不会拿自己的女儿跟你们做交易，更不会行卖国之举，任由你们这些倭贼祸乱南境。如果清河有什么3长2短，发誓，我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一定会抓到你，亲手扭断你的脖子。可恶，居然把电话打到师姐的手机上了，当面挑衅，太嚣张了。看来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糟。你刚到红尘，龟田武藏就让陈辉给清河喂了3日红，说明他知道你此行来红尘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请我出山，所以提前布局，想利用清河威胁我。师姐的意思是，我身边有龟田武藏的眼线？如果没有，龟田武藏不会知道你的具体行程，也不会这么快查到我的身份，更不会在第一时间知道刘军被捕的消息。怪不得我一直抓不到他，原来是有内鬼作祟，为他通风报信。查，我这就派人查。当务之急，只查到龟田武藏的老巢，只有抓到他，才能救清河。师姐，你有所不知，龟田武藏是倭族的顶级特工，十分狡猾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他不仅在南境作乱，暗中还培养了很多间谍，渗透到各行各业，负责为他收集情报。他自己躲在幕后，暗中操控一切，很少露面。直到现在，我们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3日内想要抓到他，真的很难。刘军审的怎么样了？刘军和陈辉一样，被龟田武藏收买，为山口小组洗黑钱。不过他接触不到龟田武藏。可喜的是，他供出了他的上线罗忠，是青城豪门罗家的少爷。青城，我已经派人去往青城，随时可以抓捕罗忠。我亲自去一趟青城。华神，在我找到3日红的解药之前，清河就拜托你了。穆小姐，请放心，我已经尽心竭力。女王大人，
我是叶将军的副将林静。查到罗中的下落了吗？查到了，在市中心的一项赌场。走，去赌场。女王大人，就是这里。罗中在306包厢。你在这里盯着，我自己上去。龟田太君，莫玲珑已经到了，我们真的要守去罗中吗？哟西，老子小下面的我，刘军那个家伙出卖了他。要是我们让他提前逃走，你的身份也可能会暴露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你得放心，罗中死了的，到时候他为了活命，也会供出西郊的废弃枪口。本太君会提前设下埋伏，活捉穆玲珑。龟田太君英明。同花顺，钟哥，我赢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他妈晦气！你脱！钟哥，我愿赌服输，愣着干什么？脱啊！我不能再脱了。怎么玩不起啊？罗少爷，他是新来的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还是个在校大学生，不太懂规矩。新来的，好，老子今天就亲自教教你这赌场的规矩。本少爷今天手气不好，非让你脱干净不可。脱！钟哥，既然来赌场上班，就少在那里装纯情。罗少爷可是青城罗家的继承人，以后整个赌场都是他的，他能亲自调教你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。脱一件，老子给你10万，20万，50万。钟哥，他不脱，我脱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你让我脱几件都可以。滚开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入不了老子的眼？有点意思。新来的是吧？我再追加50万，今天晚上我要了。你们这群畜生又算什么东西？竟敢逼良为娼！这是你谁啊？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哪里来的疯女人？赶紧给我滚蛋！不要在这里打扰了冯少爷和罗少爷的雅兴，赶紧滚！不认识我没关系，刘军认识吗？你究竟是谁？龟田武藏，认识吗？你们两个给我上！不管他是谁，别人都活着离开这儿！罗少爷，你等着，我去叫人。我要找的人是罗中，没你们的事，都给我滚！谢谢。回学校好好上课，不要再来这种地方。好。你别过来！拿着卖国求荣的钱，在这里逼良为娼，你死不足惜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青城罗家的罗少，这个赌场就是我家开的，整个赌场全是我家的人。今天谁救不了你？告诉我龟田武藏的下落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什么龟田武藏？我不认识。看来你的记性不太好啊，那我帮你回忆回忆。
龟田武藏是潜入南境的倭贼，刘军是你的下线，他已经被抓捕了，供出了你，你死罪难逃。配合我们抓捕龟田武藏，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，那你现在就可以去死了。住手！放开我儿子！罗老爷，救他！是谁派你来的？好大的胆子！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你今天不能活着走出赌场！是吗？啊！我现在就断他一根手指头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一根不够，我可以再动你一根！都给我上！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就地处决！一群乌合之众。罗老爷，你等着，我再去找人。罗老爷，总督大人来了！总督大人来了！一群废物，给我滚！总督大人来了，来得正好，你死定了！恭迎总督大人。总督大人，就是这个疯女人，她在我的赌场捣乱，还打伤了我的人，伤了我的2根手指，请总督大人为我做主，将这个疯女人绳之以法，就地处决。闭嘴！请问您是穆小姐吗？是我。青城总督苏定芬，拜见女王大人。拜见女王大人。拜见女王大人。女王？什么女王啊？穆小姐乃是叶将军的师姐，是申罗殿新任女王，掌握着申罗殿遍布全国的10万重部，她可以调遣边界的100万大军。这些蠢货还不跪下！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女王，请女王大人恕罪。女王大人恕罪啊！苏总督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叶将军之前给我下令，让我暗中调查罗家的账目。10分钟之前，林父给我打了电话，说女王大人已经亲自来到了青城，怕这些蠢货不知道您的身份，不配合您的讯问，所以特地派我前来，助女王大人一臂之力。劳烦苏总督了。欺软怕硬，前倨而后恭，一副小人嘴脸。你刚才不是说要把我就地处决吗？那个女王大人，我是救子心切，急昏了头。你儿子犯的是死罪，谁来了也救不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告诉他，你自己看看吧。你儿子罗宗和盘踞在南境的倭贼暗中勾结，而且还参加了龟田武藏为首的山口小组，替他们收集情报、洗黑钱、卖国求荣，证据确凿。这怎么可能？念在你没有参与、不知实情的份上，我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。你让你的儿子说出实情，如实回答女王提出的任何问题，否则你们罗氏一族在江城全部消失无名。谢总督大人。逆子，竟然背着我勾结倭贼，伤害了我们整个家族，你真是罪该万死！跪下，好好回答女王大人的问题，有一句不实，老子今天亲自扒了你的皮！我是半年前加入山口小组的，我主要负责收集青城各大家族和弥留权贵的私密信息，还帮他们洗黑钱，可以拿到15%的提成。我个逆子！
龟田太君还说，我如果拉满10个亲人家族或者名流权贵，就把总督大人拉下马，让我取而代之，掌管京城。倭贼的话你也能信？真是个蠢货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中用的儿子？又是一个陈辉，说龟田武藏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，一直以来都是手机联系，我没见过他。那谁拉你入伙的？我之前在赌场赌钱，赌输了3000万，有一个倭人找到我，说我替他做事的话，就能帮我还这3000万的账目。什么倭人？叫渡边太郎。这么说，你见过渡边太郎？见过，他也是山口小组的成员，也是由他一直出面和我联系的。怎么联系？我们每周核对一次账目，地点在青城西郊的废弃仓库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仓库也是我们罗家的产业。逆子！你们下次核对账目是在什么时候？明天早上10点。我问完了，你把他带回去依法治罪。明天10点以前，如果渡边太郎联系他，不要露出马脚。是，请放心。还有，今晚的事儿不要泄露出去，否则……我懂。把他带走。爸，我……总督大人，你看，我都50多岁了，就生了这么一个不中用的儿子，能不能留他一条狗命，给我们罗家传宗接代？刚才女王大人的话你没有听懂吗？依法治罪。可是，这，我愿意拿出我们罗家1半的财产，救他这条狗命。我看你啊，还是死了那条心吧。卖国求荣者，罪不容诛。你啊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。总督大人，50多岁，老当益壮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再生一个。爸，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你赶紧通知渡边太郎，把钟儿被抓的消息告诉他，让他提前做好准备。是，老爷。罗老爷，渡边太君让我转告你，一切都还在他们的掌握之中，请您放心。如果女王大人明天赶去西郊的废弃仓库，尽让他进去。另外，他会想办法救出少爷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幸亏罗老爷高瞻远瞩，未雨绸缪，一直都是长生路好，把少爷推出去遮风挡雨，公事账目更是做得天衣无缝。否则，今晚恐怕凶多吉少。没办法，只是苦了众。一个新任森罗殿的女王，妄想跟龟田太君作对，真是自不量力。殊不知，森罗殿的前任女王就折在龟田太君的手上。女王大人，情况怎么样？一切顺利，罗中已经被擒。据他交代，明天上午10点，渡边太郎会去西郊的一个废弃仓库。您打算怎么办？到时候你跟我一起过去。只有我们2个人？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？万一是个陷阱？没有万一，肯定是个陷阱。什么意思？虽然罗永江掩饰得很好，但是他肯定跟罗中一样，也是龟田武藏的同谋。所以此时此刻，他应该正在联系渡边太郎或者龟田武藏。罗永江是他们的人？对。这个老狐狸藏得太深了，苏总督亲自出手都没能抓住他的把柄。幸好女王大人慧眼如炬，识破了他的伪装。倭贼的渗透能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越是在这种时候，我们越是要擦亮眼睛，间谍很可能就潜伏在我们身边。女王大人，
你明明已经识破了他的伪装，又明知青城西郊的废弃仓库是个陷阱，那为何刚才不把他一起抓了，却要以身犯险，任由他泄露我们的行踪呢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们的目标是归田五藏，而不是一个小小的渡边太郎。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。我明白了，女王大人，您是想将计就计，以此为饵，调出一直在幕后操控一切的龟田武藏。优秀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，必须让龟田武藏觉得他已经胜券在握，10拿9稳，这只老狐狸才会放松警惕，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。女王大人英明。女王大人，今晚先请您在这里屈尊下榻，明天一早我来接您，一起去青城西郊的废弃仓库。好。龟田太君，一切顺利，予以上报。他识破了罗永江的身份，想将计就计，引你现身。哟西，有够你妈西的，干得漂亮，亮明，大大的。渡边君，新罗殿新任女王穆玲珑引到了青城，抓了罗炯，寄到了青城西郊废弃仓库。你那边准备的如何了？请龟田长官放心，忍者小队已经完全准备就绪。只要他的敢来，那就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呀，渡边君，本太君敬你一杯。嗨，穆玲珑的聪明的干活，他识别了罗永江的身份，却没有声张。他想利用这次机会引我现身。在龟田长官面前耍这些小聪明，那是没有用的。安全起见，渡边君明天带着忍者小队去废弃仓库埋伏。我的在这里等你消息，一切顺利的话，把他抓过来见我。穆玲珑的不杀，杀了他，新罗殿还会有新的女王。本太君这次要抓活的，只要我们的掌握了穆玲珑，就等于掌握了整个新罗殿。龟田长官的意思是，大夏有句古话说得好，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如果穆玲珑和林静成为我们的人，那整个新罗殿又有何惧？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？看来渡边君不太了解本太君的实力啊！穆玲珑的女人，本太君的男人，只要渡边君能够抓到活的，那本太君有十足的把握让他成为我的奴隶，让他对我言听计从。哟西，我的明白。渡边君，时候不早了，请这边。本太君要去坊间展示自己的实力了。女王大人，喝口水吧，稍后应该会有一场恶战。谢谢。哟西，他们已经到了，准备行动。走，行动。人呢？不愧是神罗殿的新任女王，胆子真是够大。你就是渡边太郎？真是。你知道我会来？当然。这么说，
你知道罗中被抓了，是谁告诉你的？是我。你，罗永江？没错，就是我。看女王大人一脸惊讶的表情，很意外是吗？你也是他们的人？能跟渡边太君合作，那是混账！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他们能给你什么好处？让你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，与虎谋皮。钱财、地位、权势，美女，我能得到我所想要的一切，而代价仅仅是卖国而已。还能有比这更划算的生意吗？该死！我明白了。昨天晚上在赌场，我讯问罗中的时候，你几次三番的殴打他，看似怒其不争，其实是在提醒他不要乱说话，担心他不小心说漏了嘴，把你也牵扯进来。女王大人还真是聪明啊！我忍不住要给你点个赞。不过，你现在知道，晚了。他们利用赌场设计罗中，拉罗中入伙，再利用罗中拉你下水，对吗？你错了，我和渡边先生早就认识。赌场的事儿是我精心安排，之所以让钟儿参与进来，是为了让他做我的挡箭牌。就好比今天一样，即便被你们查出来了，我同样可以置身事外。真是卑鄙！你懂什么？我是罗家之主，只要我安全了，罗家才能安全。我儿子替我挡枪，那是他的本分。去害死他！女王大人不用担心，我儿子死不了。渡边先生已经派人救了。罗少爷，罗少爷，罗老爷和渡边太君让我来救你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我爸和渡边太君不会眼睁睁看着我死啊！就在10分钟前，女王大人在外面喝水的时候，我已经得到了消息，我儿子被救出来了，现在应该在回家的路上。青城监狱也有你们的人？那是当然，整个南境那都是我们的地盘，你就算是一条龙到了我们南境，也得乖乖的趴着地干活。罗中即使逃出了青城监狱，苏定坤也不会放过他。只要女王阁下在我们的手里，整个森罗殿迟早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区区一个青城总督，又有何惧？这就是你提前设好的埋伏。龟田武藏呢？只凭他们几个，恐怕还奈何不了我。女王阁下，不要那么着急，等我们生擒了你，自然会带你去见龟田长。动手！渡边太君，你还有可用的人手吗？他们足以。可这第一回合就折了4个，仅凭他们几个，真的能生擒木玲珑吗？罗萨，稍安勿躁，他们都是我们国主最忠诚的勇士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出色的完成任务。女王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。刘锦衣，女王大人，没想到，原来你才是欧阳神眉的那个奸细。没错，是我。
就像罗老爷刚才说的那样，女王大人很聪明，可惜聪明的太晚，事后诸葛亮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女王大人，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，你现在根本就动用不了自己的力量。那瓶水，你给我喝的那瓶水有毒。龟田太君给我的软金散，专门为女王大人做的，无色无味，却可以禁锢人的内力。即使你再强，也会变成一只软脚虾。渡边太君幸不如意。罗上，你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阿弟说过，在南境那是我们的地盘，各行各业都有我们的人。叶未央掌握着南境的大军，我们自然是要在他的身边安插一线。罗上，这位是叶未央的副将林静林小姐。罗老爷，叶将军的副将，真没想到龟田太君真是手眼通天，连叶将军身边的亲信都能收买。收买的不是合作的干活。林小姐英姿飒爽，胸怀大志，区区一个副将之职，配不上她的精明才干。和我们合作，各取所需，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多谢渡边太君夸奖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生擒了穆玲珑。哼，森罗殿还确实不为所虑啊！看来三口主必将雄鹰展翅，一飞冲天。女王大人，你昨天不是很威风吗？大闹赌场，断了我儿子2根手指，还要我儿子的命，断了我罗家的香火，现在怎么不威风了？今天要断了你10根手指，替我的儿子报仇雪恨。罗上，不可！渡边太君，他伤了我儿子，我砍他几刀不算过分吧？他是龟田长官的猎物，龟田长官才有资格去处置他。龟田长官有令，一定要活着。我现在就要立刻带他去见龟田长官。可是他活着，对我们以后控制神龙殿有大大的好处。儿子没有他重要，你爹明白？嗨。林静，你刚才还说罗永江与倭贼勾结是与虎谋皮，那你自甘堕落与他们为伍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我的事不需要向你解释。林小姐，龟田长官对你这次的表现非常的满意，已经准许你跟我一起带着女王阁下去面见他。龟田长官说了，要当面奖励你的英勇和忠诚。多谢渡边太君栽培。把他给我捆起来，带走！把他给我带上去！罗上，现在你可以开着林小姐的车回家去，和你的儿子团聚了。嗨。你得带上。什么意思？林小姐，请不要见怪，这是龟田长官立下的规矩，凡是第一次见他的，都要蒙上自己的眼睛。你们不信任我，担心我泄露龟田太君的行踪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龟田长官是我们大倭民族的顶级特工，他能够在南境屹立不倒，都是他做事非常的严谨。好，我带。这就对了吧？
面见龟田将官是对林小姐最后的考验。如果林小姐能够在龟田将官那里得到认可，那将前途无量。钟儿，怎么样？到家了吧？罗家祖，抱歉，恐怕你儿子再也回不了家了。罗家祖，请下车吧。总督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罗家主对我的出现很意外，不应该吧？你自己做了什么？难道心里不清楚？我还是不明白您的意思。你儿子罗宗越狱，他跑了。逆子，还真是个逆子。请总督大人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配合您，把那个逆子抓捕归案。你儿子罗宗越狱，难道不是你罗家主在背后指使的？总督大人何出此言呢？我那个逆子卖国求荣，罪不容诛。即便是您枪把他给毙了，那也是他罪有应得。我怎么可能为了他，用我们整个罗家去冒险呢？此话当真？总督大人不信，您可以彻查。罗家主放心，我会查清楚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话还没说完。你儿子罗宗勾结宋御史越狱出逃，他们刚刚逃出青城监狱的时候，就被我抓了个现场的证据。你们喂，罗老爷，一切顺利，我已经成功的把罗少爷给救出了。放心，我马上送他回家。罗宗越狱罪加一等，宋御史已被革职查办。对这样的结果，罗家主你还满意吧？满意。罗家主满意就好。我来之前已经审讯了罗宗和宋御史，宋御史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你罗家主背后所指使的。胡说八道！据罗宗交代，他和倭贼勾结，你罗家主早就知道，而且你罗家主私下也和倭贼有着来往。要说这卖国求荣嘛，你们父子二人真的都有份儿啊！报复，这肯定是报复。我那个逆子，他犯了罪，觉得我不去救他，他就想拉着我和整个罗家跟他一起陪葬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可惜呀，他们手里可有证据。证据？什么证据？我这亲自来找你罗家主，就是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当面对质一下。哦，顺便再确认一下那些证据的真实性。把他带走。放开我！放开！哎，那个总督大人，我有话说。有话回去再说吧。总督大人，我要举报，我要将功折罪。叶将军身边有倭人的奸细。慢着！你说什么？叶将军身边有倭人的奸细？谁？那个总督大人，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你，不过前提是求总督大人保我一命。这么说，你承认勾结倭贼了？我承认，所以我要将功折罪，以求我能活命。那要看你提供的线索有多大的价值。这是事关
森罗殿新任女王穆玲珑的生死，这条线索绝对物超所值。用我的命换穆玲珑一条命，这样的买卖，你绝对稳赚不赔。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，我可以以倾城总督的名义起誓保你。总督大人的承诺，我信。说吧，是谁？叶将军的副将，一个叫林静的女人，刚才跟随穆玲珑去了废弃仓库，后来突然偷袭，捅了穆玲珑一刀，致穆玲珑重伤，现在已经被渡边太郎带走。什么？大傻子！幸亏林小姐出手生火，否则我们凶多吉少个。上，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叶将军，整个仓库都搜遍了，没有发现穆师姐跟渡边太郎。刚才这里面发生了什么？苏总督，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我按照女王大人的吩咐抓回了罗中，控制了罗永江。罗永江为了保命，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。他说，叶将军身边的副将林静是倭贼的奸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林静是个奸细，他在废弃的仓库出手偷袭，重伤了女王大人，导致女王大人被渡边太郎生擒。渡边太郎现在应该带着女王大人去见龟田武藏了。混蛋！叶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师姐有危险，马上随我离开，去追渡边太郎那个狗东西。是。叶将军，那些倭贼怎么办？倭贼乱我南境，亡我大夏之心不死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杀一个不留。龟田长官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将穆女王和林小姐给您带到。渡边君，辛苦点活。拜见龟田太君。林小姐，大大的恭敬。林小姐，这位是我们山口小组忍者小队的队长工藤新佐长官。工藤队长，林小姐不必客气。像以前有像森罗的前任女王有多亏你的情报，像以前能有部森罗殿的现任女王也是你的帮助。龟田长官说的对，你是我们的功臣，大大的功臣。工藤队长过奖了，能为龟田太君效劳是我的荣幸。林小姐已经向龟田长官证明了你的忠诚，从今天起，你将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。我一定尽心竭力，定不辜负龟田太君和工藤队长信任之托。李靖，师尊遇害，也是你暗中作祟。当然，背叛自己的战友，出卖自己的恩师，危害自己的国家，残杀自己的同胞。林靖罪该万死，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女王大人说的对，我是罪该万死。只可惜你现在是我们的阶下囚，你的生死龟田太君一眼可定，你恐怕是看不到我的死。林小姐说的没错，你们大夏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林小姐就是这样的俊杰。我们申请穆女王，就是希望穆女王能够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。只要我们携起手来，山口组和森罗殿通力合作，何惧大事不成？跟你合作，你也配？穆女王不用着急拒绝，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你乖乖就范。这第一批是我们倭族秘制的毒药，山日红。
女王对他应该不陌生吧？你的女儿就是中了7毒，要是没有我的解药的话，你的女儿必将2亿之内五内俱焚，浑身溃烂而亡。3日红解药呢？这个第2批就是3亿红的解药，只要穆女王答应跟本太君合作，以后听本太君的吩咐，我立马派人前往红尘，给你女儿服下解药。你在威胁我？这第3批药叫做鸳鸯诀，只要吃下此药，会让人浑身发热，欲罢不能。女王，要不要尝尝？我保证，女王吃下此药，3天之内必将成为我的奴隶，与我百依百顺，言听计从。无耻，卑鄙！请大使者不拘小节。女王现在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乖乖地跟我合作，我给你3亿红的解药；要么你就服下鸳鸯罪，成为我的奴隶。我说过，我不会拿自己的女儿跟你们交易，更不会行卖国之举。如果清河有什么3长2短，我一定会亲手扭断你的脖子。看来女王是喜到临头，还执迷不悟，敬酒不去，去罚酒。死到临头的人是你。哦，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罗中，或者打给罗永江，你看看罗中有没有逃出青城监狱，看罗永江有没有回到罗家。你什么意思？昨天在赌场，我就知道罗永江是你们的人，我没有当面揭穿他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在西郊的废弃仓库设下埋伏，引出龟田这个老狐狸。这些林小姐已经告诉我，你想将计就计，不过非常可惜，你识破了罗永江的伪装，却被林小姐蒙在了鼓里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也识破了林静的伪装呢？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如果你早就识破了林小姐的伪装，又怎么会喝下她给你的水？中了软金山，还被林小姐偷袭成功，做我们的阶下囚。他现在身负重伤，内力全失，还在这里故弄玄虚，装腔作势，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，谋求变数。内力尽失，你以为我真的喝了那瓶水吗？亲眼看你喝了那瓶水，怎么可能？对，我也看见过。障眼法而已，若非如此，怎么能骗过你们的眼睛？我明知林静是奸细，却故意把计划告诉他，为的就是要麻痹你们，让你们以为胜券在握，得意忘形。你的狡诈的女人！龟田太君稍安勿躁，他为了让我们带他来见你，在废弃仓库被我刺了一刀。他喝水可能是障眼法，但那一刀绝对不对。你只有一个人，还身负重伤，你拿什么跟我们斗？对，林小姐，你说的对，这里是我们的地盘，你过来就等于送死。龚太君，你是山口组的第一高手，也是忍者小队的队长，这个狡诈的女人交给你了。嗨，早就听说森罗殿的女王神功盖世，战力无双。今天我就要看看是你的拳头快，还是我的刀工。你看不到了。什么意思？动手！林小姐，你山口小组第一高手，也不过如此。当初你们收到我的情报，是你率领忍者小队伏击我师尊，将我师尊打落山崖，还刺我师尊一刀。现在我将这一刀还给你。你是来把我揍的？没错，你们这些窝贼，乱我南境，扰我大夏，全都该死！
你是奸细，你是深罗殿派过来的奸细。为了取得你们的信任，找到你们的老巢，当初你们私下联系我，想要收买我告诉了师尊，师尊不惜以身犯险，把自己当做诱饵，做了我加入你们的红魔种。所以，你给他喝的水里面根本就没有软金山。当然，龟田武藏行事谨慎，没有亲自去废弃仓库。林静就按我的计划刺伤了我，图我反目，这才是我说的将计就计。可怜你们这群蠢货，自以为掌控了一切，还在这里耀武扬威、沾沾自喜。八嘎！你们不讲武德！像你这样的畜生，不配跟我讲武德！杀了他们！死啦呗！这里交给我，你去追龟田武藏，别让他逃了。好。拿下！叶将军，这个叛徒，把他一起拿下！且慢，师姐，师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林静他不是叛徒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林静加入山口小组全都是师尊的意思。我昨天刚到青城，他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当真？绝无半句虚言。竟然是师尊的安排，为什么要瞒着我？这是师尊。未央，师尊了解你，也了解我。你做事一向雷厉风行，是个将才，却不善谋略，并非帅才。龟田武藏行事谨慎，又多疑善变。如果让你提前知道了师尊的计划，万一露出了马脚，会对林静非常的不利。只有瞒着你，林静才能通过龟田武藏的考验和试探。师姐的意思是说我胸大无脑，只知道打打杀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说你无脑，我承认；说你胸大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。师姐，我跟你截然不同，我不喜欢打打杀杀。师尊知道我做事一向沉稳，所以他才会在行动之前叮嘱你，由我接任森罗殿的女王之位，由你前往红尘，请我出山，完成他接下来的计划。阿干，你们这些狡诈的女人！八嘎，我让你八嘎！你给我闭嘴吧你！你八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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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尊下了一手好棋，自己躲在幕后操控一切。这么说，当初坠崖是不是他计划的一部分？是。师尊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师尊说，3年前牧师姐弃剑归隐，休息了整整3年，已经休息得够久了。她老了，也累了，现在该让她好好休息了，叫我们不要去找她。我们是摧毁了他们的老宅，也抓到了龟田武藏。师尊得到确切消息，龟田武藏手里有一份倭贼和奸细的详细名单，所以才布了这么大一个局，不惜以身犯险，也要让我们抓捕龟田武藏。名单？名单在哪儿？你们休想！不想说就闭上你的狗嘴！
你们去给我搜，把这掘地3尺野反名单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找到了。师姐，名单上一共有872人，除了南境的名流权贵以外，还有不少都是各省各市的豪门家族。倭贼对大夏的渗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可恶！这些吃里扒外的混蛋，卖国求荣的畜生，一个也别想跑！未央，清除山口小组余孽和奸细的事就交给你了，我要马上赶回红尘，去救清河。好，师姐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华神医，清河怎么样了？吴小姐不用担心，解药是真的，清河小姐应该会很快苏醒过来。太好了，多谢华神医。不，吴小姐，你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啊，老夫担当不起一个谢字啊。既然清河有个大碍，老夫就先告辞了啊。好，华神医慢走。好。师尊，你终于肯露面了。玲珑，你不愧是我当初亲自挑选的接班人，这次做得很好，我很欣慰。把森罗殿交到你手里，我也就安心了。师尊真的要归隐？你是知道的，3年前的那场大战，清河的父亲不幸身亡，我也受了很重的内伤。这3年来，我虽然一直都在精心调理，效果却不太理想。可是我长则1年，短则数月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你不要告诉未央他们，就让我体面的离开吧。师尊你在哪儿？花神医在我这儿，我立刻带他来找你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油尽灯枯，花神医也束手无策。我知道清河父亲的死对你的影响很大，让你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，不想接掌森罗殿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以你的能力，不应该泯然于市井。保家卫国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。师尊你放心，有我木玲珑在，绝不会让敌寇入我国门，乱我大夏。这么说，你愿意接掌森罗殿了？我愿意。不后悔？有心报国，虽死无悔。妈。